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哭麻了，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与君初相识，先甜后虐，4段感情真香。由朱瑞斌执导的《玉娇人与君初相识》，又名《与君初相识家恰似故人归》，改编自九路飞香的《玉娇人》，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。开播第2日，热度就直接超过了肖战和杨紫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。最夸张的是，《恰似故人归》在优酷一开播，热度值直接破万，成为史上第一部，刷新了大家的认知。当然，这也是史上第一部催更催的粉丝没脾气，官方却依然不为所动的剧。每周只有周1至周3各更新2集，断更的日子里让人无比煎熬。可以说，宇军的成功离不开3点：一是选角有眼光。主演任嘉伦和迪丽热巴，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是流量和收视的保证，而配角也差不到哪去，不仅颜值和演技在线，组 CP 的时候也没有违和感。二是宇军的人设很讨喜，不管是鲛人还是仙师、仙姬，都给人一种新鲜感。特别是迪丽热巴饰演的季云和的人设，不再是以前的傻白甜，而是精明强干、心中有大爱的女强人，这也让她本人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。尤其是郭晓婷饰演的仙姬顺德和宁熙宇，前后2种人设的剧烈反差，看得人无比带感。三是值得一提的是，宇军的制作班底也很敬业。还记得杨紫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迪丽热巴的《长歌行》吗？没错，这3部都出自同一个导演朱瑞斌。不论是布景、后期还是细节，几乎都能够面面俱到。而以上这些，是很多仙侠剧所缺失的。过去的日子，我们看过的那些糟心的剧还少吗？有的要么剧情拖沓无厘头，要么后期是1分钱1毛钱特效，服化到丑的要死，要么是 CP 感不足。就连《千古绝尘》这样的 S 加级大制作，周冬雨如此的影后级人物，也要因相貌够不上仙侠剧的水准而被诟病连连。还有的离了大谱，以上一样都没做好，比如被骂的狗血喷头的王鹤棣主演的《玉龙》，甭提有多丢人了。综合以上3点，宇军的爆火绝对有理由。而最突出的是改编后影视剧里，除了季云和和常毅这条主线，还有3条支线 CP， 塑造的同样圆满且立体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说道。一、季云和和常毅相爱相杀的虐恋；第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故事一开始，顺德仙姬烈的一鲛人欲寻人将其驯化，仙姬其愿有3：一愿此妖口吐人言，2愿此妖化尾未腿，3愿其心永无叛逆。世人皆知，东方玉妖岛、西方玉妖山、南方玉妖谷、北方玉妖台，这4个地方是仅有的拥有玉妖能力的人生存的地方。而玉妖谷在剧中又称万花谷，是天下玉妖师最强之所在。季云和原本是谷中最厉害的玉妖师，擅长御心，却在与鲛人的相处过程中渐渐被迷了心。迪丽热巴在剧中是真的美啊，全方位各种角度无死角，哪怕淡妆依旧美得不可方物。而任嘉伦的眼神，从最开始的不通人性，到后面的落泪成珍珠，每一帧的画面都让人沉醉。感谢这2位实力与颜值都在线的演员，让我见证了一场相互救赎的坎坷的爱情故事。宇军中男女主的爱情不似玛丽苏般一见钟情，然后甜到不真实的地步，他们的爱情是在彼此都深陷囫囵、相互关怀中慢慢萌芽的。也正是这样，他们的爱情才让人内心触动。原著我是哭肿了眼看完的，宇军的最后几集，我也几乎是满含热泪。季云和在日日与常毅的相处中，慢慢的爱上了这个善良而单纯的鲛人，而常毅亦是如此。面对日日关心照顾自己的漂亮女子，他又怎会不心动呢？可他们的处境和身份，却让这段爱情坎坷不断，心酸不止。先是常毅为救季云和自断鱼尾，不能再回东海，背上了背叛族人之名。后是季云和不想常毅为救自己，委曲求全去做仙姬的侍从，最终失去自由甚至生命，他就自导自演了一场断情绝爱的骗局，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性命去换爱人逃跑的时间。当他看着坠入山崖、满眼绝望的常毅时，季云和满是不舍，但却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只有那样，他才可以为其争取自由活着的一线生机。哪怕他会怨他，他也无悔。至少他能够有自由活着的可能，他还可以回自己的家，依旧可以好好的活着，这是季云和内心的所愿所求。双方的付出和所求都是把对方放在心尖之上，这样的赤诚之心，不仅让我，
更是让很多人感动。真正的喜欢不是嘴上的甜言蜜语，而是设身处地的考虑；不是简单的关心，而是对方痛，你更会心痛不止。这是爱的真谛，亦是纪云和和长义的爱情。纪云和的牺牲换来长义的自由和崛起，成为北冥尊主的时间和机会。可他的处境却与之前完全掉了个儿。被仙姬囚禁了6年之后，他耗尽了自己双脉的灵力，而长义救出纪云和后，却倔强地把他囚禁起来。一个等着他开口解释，一个却只响了此残声，不要再拖累他。纪云和化为一缕云烟散去的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长义的那份心痛。这一世，他们是真的错过了，只有下一世，他们才会大婚。二选三月和离书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选三月也是万花谷的御妖师，武力值满分，仅在青书之下，而离书是山猫族的世子，却甘愿屈尊做他的奴仆。双方签下的契约，对妖怪而言，无疑是种诅咒。妖怪签下契约，不仅自身会失去一部分妖力，而且要一直受限于御妖师，一生为其服务。妖力强大的离书，最开始又怎么会屈服于雪三月呢？纪云和曾问过他们二人是怎么相遇的，雪三月只是说恰好被他所救，而他对他说的第一句是恰似故人归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雪三月长得特别像曾经救他的恩人青羽鸾鸟。一开始只是因为巧合，于是他出手救了他。最开始他是带着目的接近雪三月，但朝夕相处下来，他也对雪三月产生了感情。但有些事他必须要做，他要报恩，要救出他的救命恩人，同时也为了能够给心爱之人一个自由，所以离书写记十方阵时，他毫不犹豫。但是这一切却深深地伤害到了雪三月。那一句恰似故人归，仿佛是笑话般不断地扎着他的心。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，他痛苦地说出让我爱也不行，恨也不行的话。可是他却不知道，离书是真的爱他。他写记十方阵，不光是为了报恩，他真正爱的人是雪三月，而不是青羽鸾鸟青主。误会的爱恋，亦是那个世界的禁忌之恋。其实在离书帮雪三月挡那致命一击的时候，就已经表明了他对他的爱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而已。离书死后，复活的灵魂也常常去看雪三月，却不解释，只是偷偷地看着。我猜他肯定是心如刀割，因为自己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再让他爱自己，所以只有让他忘了自己，重新开始，才可以过好余生。这段情真是让人既心酸又感动。没有人会想要所爱的人忘了自己，但真正爱对方时，哪怕多么不愿意的事，也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做，这就是爱情吧。青姬和宁洛初禁忌之恋的开始，却被有心人所欺骗。青羽鸾鸟和宁洛初，一个是妖，一个是御妖师，他们两个人的相爱，可谓是最为禁忌的恋爱。好在二人都是善良之辈，青姬因不忍猫妖之子离书莫名被残害，而出手相助，从而结识了宁若初。两人也在不断的接触中，渐渐地产生了感情。但双方敌对的身份，让人一开始望而却步。宁若初不顾一切的想要和青姬在一起，才会错信了他的师兄宁青，而青羽鸾鸟也相信了他的爱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青羽鸾鸟如愿的被关进了十方阵中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与仙师宁青实力有的一拼的大妖怪，为了爱情失去了自由。而宁若初却在完成镇压十方阵后，被宁青杀掉了。独自留在十方阵中的青姬，孤独地度过了100年，无数次的等待中未泡影，甚至还心生了怨灵。在他终于冲出了十方阵，却得知自己苦苦等待的人不但失约，而且已经不在人世时，他最后选择了洒脱的放下，释然地离开了万花谷。这一段是我最佩服的。青姬，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，无人能比。似蝴蝶和空明颜值最不匹配的情侣，实在磕不动。如果要说整部剧里唯一的败笔，应该就是空明的选角吧。请看这坑坑洼洼的皮肤，那奇怪的络腮胡，再看那单眼皮的小眼睛，以及油腻的不像话的刘海，这真的能做我们的副线男配角吗？对不起，请恕我接受无能。尤其是小蝴蝶这个角色，在剧中作为纪云和的死忠粉，俏皮灵动又可爱，人设实在圈粉。而且他在剧中常这样的，他随便一落泪，就是一副美好的模样，我见犹怜，可是却要对着那么丑的空明死缠烂打。对不起，我接受无能了。本来嘛，原著里空明武力高强，而且极有头脑，最关键是长得帅气，所以等长义跟纪云和双宿双栖的时候，
他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尊主之位。可空明这个演员的长相，委实是抱歉了点，我实在磕不动，所以这段感情全因他而成为败笔。就连演员本人也出来回应自己长相的争议，希望大家多一些包容。我只能说，原本纪云和配长意，小蝴蝶配空明是非常完美的，都算是找到了好的归宿。可如今，结于与君初相识的改编，无疑是成功的。他在原著的基础上，又更丰富了主配角的感情线，就连万花谷谷主林浩清的深情人设也都立得住。看剧的过程中，还让人不断的产生思考，实在不错。这些感情经历让我们明白，女人不是只有爱情才能活，只要你愿意，生活依旧阳光且灿烂。每一段爱情都值得深思，每一个人都要懂得怎么去爱，获得爱情的更要懂得珍惜，要多考虑彼此。真正的爱，不是按着自己所需去要求彼此，而是设身处地为其考虑，只为其更好，这是爱的真谛。同时，也不要盲目的深陷感情漩涡无法自拔，往前看，风景不会差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